魏无羡炫耀完毕，正扬着下巴得意地看着金子轩，手里扯着蓝忘机的衣袖把玩着。聚在此地的女修也不在少数，他记得方才旗阵抛花，恋慕蓝忘机的也不在少数。如今能打压金子轩，又顺带断了旁人的念想，何乐而不为？不过这金子轩的眼神有点不对劲儿啊！魏无羡眯眼细细看去，只见金子轩那双眼并未聚焦在自己身上，表情也不似震惊过后的羡慕嫉妒，反而有种幸灾乐祸的感觉。幸灾乐祸，魏无羡忽觉脊背有那么一丝丝凉意。魏无羡扯扯蓝忘机的衣袖，道：“蓝湛。”蓝忘机方才陪着他胡闹一通，耳朵烧得厉害，脑子也有些乱，被他这么一拽，才堪堪回神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魏无羡微微点脚，凑到他耳边，悄声道：“你回头看看，我们身后可有人？”蓝忘机回头，蓝忘机转身行礼，江宗主、叔父。魏无羡方才不过堪堪那么一丝凉意而已，如今却是数九寒天，滴水成冰，冷汗扑簌簌地往下落。蓝启仁的声音自身后传来，阴森至极，带着回声嗡鸣，比之乱葬岗上的鬼哭狼嚎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忘机，你方才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蓝忘机将城江晚银江宗主掏耳朵，唤出紫电，在手上掂量几下，随之配合魏无羡：“你也再重复一遍方才的话，谁娶谁嫁，我也听得不大清楚。”魏无羡：“百凤山那里的动静闹出许久了。”蓝启仁于观列台上见其中一抹蓝色剑光，知此乃碧尘所出，那二侄子打小便让他省心，除却近日以来的怪事，因此也并未多想，抚着胡子由他去了。待过了许久，那边都未曾有人来禀明情况时，蓝启仁才觉事情不妙，遇见匆匆赶往那处，途中又遇见了同样察觉不详的江澄，两人一同落地，便听见了魏无羡方才那一番话：“蓝湛，你特别好，我喜欢你，娶我可好？”蓝启仁、江澄，这似乎与魏无羡之前与他说的不一样。蓝启仁抚着胡子的手哆哆嗦嗦的抖个不停，江澄见状往旁边挪了一步，以免误伤自己。两人还未有动作，那边蓝忘机的声音也徐徐传来：“好，我也心悦你。”蓝启仁往日精心打点的山羊湖险些被他自己薅秃。两人静默许久，待蓝忘机回身行礼之时，也基本将方才那两句话中之意揣摩透彻，因此也能稍微正常发问。蓝曦臣见蓝忘机与魏无羡被抓，忙上来欲帮二人解围。他道：“叔父，忘记他。”蓝启仁摆手道：“让他自己说。”魏无羡道：“蓝老仙。”蓝启仁黑着脸：“你闭嘴，让他说。”江澄悠悠开口：“魏无羡，我这里你还未答，倒先想着帮蓝忘机说话。”魏无羡道：“闭嘴。”江澄、蓝忘机沉默片刻，上前一步，将魏无羡拉到身后，行礼道：“叔父，忘机已至适婚年龄。”蓝启仁为避免伤及胡子，蓝启仁默默将手放下。蓝忘机再道：“魏婴乃是忘机心悦之人。”蓝启仁、蓝忘机道：“忘机欲与魏婴结为道侣。”今蓝启仁摇摇头。魏无羡急了：“蓝老先生，您也不至如此不通情理吧？”蓝启仁再度摇头，说：“慢些，容我缓缓。”魏无羡、蓝忘机、蓝曦臣、江澄。魏无羡见蓝启仁这样，仔细想想，他们如此对待蓝老先生，当真残忍。在几位大人物的施压下，周围看戏众人渐渐散去，因此戏太过精彩。临行前，无论是门生还是客卿，亦或是宗主，都一步三回头，咂巴着嘴，只觉余韵悠长，回味无穷。事已至此，除却不知在百凤山哪个旮旯意气风发折腾的甚欢的赤峰尊，已无人再能专心夜猎妖兽。百凤山围猎，清河聂氏已然是最大赢家。虽有蓝启仁那话在前，可蓝忘机也不愧为蓝氏之人，古板且执拗，当真如他叔父所说，缓缓的一字一顿地将方才那话又重复一遍。沉默片刻，蓝启仁道：“你二人皆为男子。”蓝忘机道：“我知。”魏无羡嘴角一抽，还多余往自己身下看了一眼，收到蓝启仁一个冷眼过后，嘻嘻笑着道：“我也知。”蓝启仁见这两人如此态度，他也不好多说什么。如今围猎尚未结束，此处也不好议事。想了想，他扭头便走，
到围猎过后带着魏婴来见我。顿了顿，又道：江宗主，劳烦您也一起吧。其实并不怎么想管此事的江城，但此事毕竟有魏无羡一半功劳，况且到底缘何有曲变嫁，说好的将蓝忘机拐回莲花坞，以解射日之争后将是人才紧缺之极，怎么地人没拐回来，自己还搭进去了？两人也未掰扯清楚。江城回头瞪了自家最不靠谱的师兄一眼，恨恨答道：好，正合我意，